上集在听到台湾要发展半导体产业后，普林斯顿大学电机三博士史清泰、杨丁元还有张清居果断放弃美国人生，咻的飞回台湾帮忙。三人与爱荷华大学实验物理学博士许健齐聚到了负责推动半导体发展的新创国家研发单位工业技术研究院，期待发挥在国外苦学好几年的知识。但因为台湾没技术又没人才，他们立刻又被派回美国进修。只是这次不是念书，而是带着15位台湾顶尖工程师到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的各个分部学习最新崛起的半导体技术 CMOS。等，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半导体公司跟技术，却选择到无线电公司 RCA 学习 CMOS 呢？RCA 虽然是无线电公司，但他们有超扎实的研发团队，多年下来创造了许多新技术与产品。低耗能的 CMOS 技术就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在许多新兴的技术之中，选择 CMOS， 则是由潘文渊领导的美洲技术顾问团 TAC 缜密评估过后，押上所有资源下的重大决定。最重要的是 ，RCA 是当时唯一愿意让大批台湾工程师亲临现场学习的公司。这样的技术传承与指导，培育了台湾首批的半导体技术人才，而这也正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得以扎根萌芽的关键。面对新技术，台湾顶尖的工程师也变成了小菜鸟，每天硬着头皮疯狂的学习。而这时的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组装一个能用的半导体工厂。半导体的机台每个都又贵又稀有，台湾不但不知道怎么买，连能买的资金都非常的有限，随便一个买错，计划都可能夭折拜拜。在这种压力比玉山还大的情况下，当时工研院电子所所长胡定华决定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胡定华透过电报，天天和美国取经战队总队长杨丁元同步学习半导体知识。此外，还不断的收集比较资讯，亲自做好每个判断，与外国厂商协商，以及处理繁复的政府采购流程。经过了整整1年之后，学成归国的取经战队已经是能和 RCA 师傅们共同研究与解决技术问题的超专业人才。台湾的半导体示范工厂也新建完工，并且欢天喜地的做出了第一批半导体产品——电子表、机体电路，开开心心的放上市场。结果完全没有人买啊！就在不断兜售、不断失败、不断兜售又不断失败，大家万念俱灰时，史清泰的台大同学情意相挺，一口气买了10万颗到香港，将台湾首批半导体产品推进了国际市场。而当初的选择也押对了超级大宝。2年后，台湾不但晋升成为了全球第3大电子表输出国，还吃下了师傅 RCA 在远东的市场。师傅甚至还提议要收购台湾的半导体工厂，但台湾婉拒了这项邀约，因为计划不只是赚钱回本，而是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事业。之后，工研院选用 RCA 都没有挑战成功的最新技术，打造了台湾的第1间半导体公司联华电子，正式将台湾送进国际半导体舞台。至于台湾的小公司是怎么在国际半导体巨兽的争斗间杀出一条血路的呢？我们就下集揭晓喽，拜拜。